大家好。肖战生日惹风波呢，除为粉丝行为背锅外呢，演技还遭到了知名导演嘲讽。对于大部分明星来说呢，受到关注自然是好事，因为粉丝的数量也直接反映明星的人气高低。粉丝数量多呢，自然商业价值也就比较高，自然会受到更多资源的青睐。但是并非粉丝越多，人气越高就越是好事。因为现在是一个信息传播非常多样的时代，明星呢也不再是一个神秘的群体，除了作品以外呢，明星幕后的私生活也受到很多人的关注，所以呢一举一动都可能影响到未来的发展。去年对于肖战来说呢，应该算是非常幸运的一年。自从2015年开始踏足娱乐圈呢，整个人的资源都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整个人的知名度呢也没有完全打开，人气呢也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。直到去年《陈情令》的热播，不仅让肖战收获上千万的粉丝，而且还成功跻身国内顶流偶像的行列。原本有了人气是好事，肖战的资源也越来越好，可是就在事业正盛之时呢，突然出现了227事件，原本不起眼的小事逐渐发酵，最终导致肖战受到了许多网友的抵触。所以今年上半年应该是肖战进入娱乐圈最艰难的时期。自从9月开始呢，肖战就在小心翼翼地尝试回归，餐饮的电视剧播出，广告也开始宣传，原本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可就是在前面几天呢，肖战的生日又成了很多别有用心之人的攻击话题。对于明星而言，每一年的生日都非常隆重，也是很多粉丝非常期待的节日。明星本身除了会召开生日见面会，还会收到各种各样的祝福。可是今年肖战的生日却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而且成了很多黑粉攻击他的导火索。在生日当天凌晨，肖战突然登上热搜，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肖战生日的话题讨论量超过了300万，由此可见人气之高。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而且在泰国、俄罗斯以及缅甸都有很多粉丝进行庆祝。原本是一件好事，但是却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插曲。首先就是网上有人爆料，肖战的粉丝聚集在四川美术学院外边，然后对墙体进行涂鸦，而且造成大量的噪音，对学生及周围的居民产生很大的不良影响。这件事呢，在网上逐渐发酵，也自然出现了很多斥责的声音。一直以来，偶像行为粉丝买单这种事情呢，偶像为粉丝买单时有发生，就是在当天下午呢，就有全媒体澄清了，网上的照片都是假的，而且四川美术学院也表示，并没有对学生及周围居民产生任何不良的影响，而且粉丝涂鸦的墙体本身就是供游客涂画的地方，所以自然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。大部分明星呢，在生日的时候一般都会收到圈内好友的祝福，而其中边疆和乔诗雨都送上了祝福。也正因如此呢，导致边疆的社交平台被围攻，甚至出现了大量粉丝脱粉的情况。而除了以上2位之外呢，程青松也送上了祝福。表面上看是生日祝福，可实际上却是对肖战演技的嘲讽。他发文表示，希望肖战可以提高演技，不再入围金扫帚奖。程青松虽然没有什么比较出名的作品，但是在圈内也有不少好友，而且也曾经多次导演金鸡奖、百花奖等多次颁奖晚会。原本他的祝福可以看作是对肖战的激励以及鞭策，但是在生日这天发表这样的言论，难免会让很多粉丝无法接受。好，我们再来说一个，就是说是官媒都已经澄清肖战川美事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，为什么非要去针对肖战呢？肖战前不久迎来了29岁的生日，当天呢，各地的粉丝也是用自己的方式为偶像应援。可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肖战粉丝川美事件，粉丝齐聚重庆西街为肖战庆生。说白了，就粉丝看无人机的表演秀。在晚上5点，粉丝齐聚川美校门口，活动持续到9点。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问题，可是随后便有网友表示，肖战粉丝的行为涉嫌扰民，甚至涂鸦的做法非常败人品。事情发生之后，还没有等回应，便网上开始了抵制肖战。这像极了227那场颠倒黑白的大型网络暴力。
就纳闷了，你们就真的这么不在乎真相吗？万一你们冤枉了别人怎么办？甚至还有一些粉丝也是离谱，不分青红皂白就炮轰线下聚会的这批粉丝，给偶像造成了影响。其实你们到底是在帮谁呢？事情发生之后，官媒的采访节目便进行了走访，事实证明粉丝的聚会没有扰民，而在采访当地的安保人员后，也证实粉丝的涂鸦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这就是专门用来涂鸦的墙壁。不知道带节奏的人是不是知道这一情况，还是像以前一样肖战粉丝的行为没有错，就想单纯的黑肖战一波，显然他们的做法奏效了。事情呢到这里本来就应该结束了，结果这时一名叫沈毅的博主发文质疑官媒，说这是地方的媒体，没有权威性，甚至质疑节目的采访内容。其实怎么说呢，你质疑人家的采访内容是可以，可为什么不质疑那些提出扰民的黑粉？就没有想过这些人是在故意抹黑肖战？毕竟他并没有证据。随后呢，这位博主的一波操作让大家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做，因为他去找了汪海林。那句话说得好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他去找一个喷子，看来在这件事他就是站在黑粉一边的。作为复旦大学的讲师呢，不认真授课，跑来蹭热度，其实也是刷新了对大学老师的认知。让你这样的人教学，可真的是担心学生们的未来。肖战的成名到底动了谁的蛋糕，用得着一波接一波的去搞他？且不说肖战粉丝没有做错什么，就算做错了也和人家肖战本人没有关系。现在又在上纲上线，又说是粉丝行为，然后上升到偶像。那之前肖战粉丝做慈善怎么没有看到夸肖战？说白了就是双标。这样的人也好意思高举正义的大旗，觉得粉丝应援偶像很正常的事情，不能说你没做过这就是不对的。其实这是人家粉丝的自由，只要人家不影响别人都没关系。你们以为的做法就能影响肖战，其实怎么说呢，也是在做梦。没看到肖战的光点，销售会直接破亿，粉丝的智商和情商也不是说是想的那么的低。官媒都澄清了，还要去硬带节奏，真的是绝了。肖战一直都没有做错什么，而且人家过个生日也要捣乱。其实你们这样做的话，良心不会觉得痛吗？勿以恶小而为之。至于那些强行拉手汪海林蹭肖战热度的老师，如果说觉得行为符合你的身份就去做，人在做天在看。不难发现，肖战成名之后呢，像靠抹黑肖战牟利的人呢大有人在。如今呢，就连大学老师都想来分一杯羹。这件事呢，大家通过采访进行了澄清。你要觉得不信，你可以自己去调查，一举不管，我就是不信，这是老师来说出的做法吗？我觉得你还是要亲自去调查一下才是比较靠谱的，如果说你真的不信的话。除此之外呢，肖战带动一家面馆日销售1000万的消息呢，在网络上引发了诸多的讨论。说起来呢，这还不是令人惊叹的，就在这段时间内呢，肖战本人还登上了新西兰的报纸，知名度呢直接扩大到南半球，从人间烟火跨到跨国界，肖战的影响力呢一直在水涨船高。说到肖战能够带动1000万的销售，还是源自于肖战年初的时候回了一趟重庆，那也是一次商业活动，为家乡重庆拍摄主题宣传片。适逢工作间隙呢，他便去了这家面馆吃了一碗重庆小面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这家面馆就悄然无声地火了起来。很多粉丝，而且是全国各地的粉丝纷至沓来，去这里去吃饭打卡。从面馆到新西兰的报纸，肖战呢影响力也步步提升。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呢，这家面馆在肖战的带动下实现了日销售1000万，尤其是在一些传统佳节里更是如此，都会排起100米长队，场面十分火爆。当然了，这也是受肖战影响力的影响。一般来说呢，许多人只要是从网络上了解肖战的影响力，或者一些数据，或者是一些热搜，就能知道肖战带货能力是多么强。但是从这么接地气的方式中能够知道肖战带货能力强，也是很多人的第一次体验。再者，说到肖战的影响力，这段时间呢，他登上了新西兰的报纸，
报纸呢不仅将肖战的成名之路进行了梳理，包括主演的各个影视作品，包括《陈情令》《诛仙》以及歌曲《光点》，还提到了肖战生日的全球盛况，尤其是提到了新西兰当地的粉丝的寄语，让我们保持炽热，坚持下去，一起变得更好。其实呢，我们关注肖战的影响力，更多的还是从网络上了解到，而这次呢，通过一些面馆就能了解到肖战的影响力。这种接地气的方式，其实往往被大家所忽略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也同样是这样的方式最能够感动你我。毕竟，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大家加油，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美好。好，今天的话，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点赞、分享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